公司破产后，女友转身绑上年薪100万的商业精英，还对我进行恶毒的精神攻击。苏明，这可是西溪边上的大3居，3万1平，你这种穷鬼一辈子都买不起。分手当晚，西溪最大的开发商老板约我喝酒。三弟，你在破产，咱爸可要让你回家继承家业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老公，我给你煮了茶叶蛋，记得早点吃哦。公司破产后，我回到和女友的出租屋，打算整理下工作文件，可看着冰箱上女友留下的便签，以及下方残留的鲜红唇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浑身麻木。我对鸡蛋过敏，从来不吃鸡蛋。我和女友从大学恋爱，相恋7年，她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除非一个恐怖的想法瞬间从我的心底生根发芽。这张便签不是留给我的，而是留给这个家里另一个我不知道的男人。可这样荒唐的念头刚刚浮现，就被我一把掐灭。我和周颖在一起7年，是公认的模范情侣。毕业那年，周颖拒绝了家里的安排，选择和我来到这座陌生的大城市打拼创业。这几年，她更是和我一起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为了跑业务，我时常通宵工作，怕打扰周颖，我索性每晚就在公司的沙发上休息。即使前不久我投资失利，公司破产倒闭，她都还在安慰我，一定能东山再起。在我的公司破产倒闭后，周颖为了补贴家用，最近更是常常主动加班，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回家。这样世间少有的家人，多少人做梦都梦不到。周颖她又怎么可能背叛我们7年的感情？我当然愿意相信周颖，可便签的内容却如同一枚钉子，死死地扎在了我的心里。犹豫再三，我索性撕下便签，打开了冰箱，准备一探究竟。而当我看到冰箱内的景象，顿时长出了一口气，放松了不少。冰箱内除了一些速冻的面点，几乎什么都没有。便签上提到的茶叶蛋更是无稽之谈。我摇了摇头，关上冰箱后，顺手将便签扔到了垃圾桶里。我想，可能是周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这才一时迷糊写错了。等我再次抬头看向窗外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想到自己居然对加班工作的女友产生了这么龌龊的猜想，我的内心便升起了一阵强烈的惭愧感，恨不得现在就钻到沙发下面。今晚等他回来，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他。叮叮，正当我想着要怎么给女友一个惊喜时，手机屏幕却突然亮起，发来了一条支付短信。我顺势划开手机，打算给女友下单一件礼物作为补偿，可我只是瞥了一眼短信的内容，便瞪大了双眼，随即只觉眼前一阵模糊，身体渐渐不受我的控制，一个踉跄摔在了地上。叮，您尾号9527的账户已于11月11日晚7点，在君悦盛庭消费双人套餐，共计7000元。看着手机上的支付记录，我整个人不由得发起抖来，全身的筋骨都在触动，牙齿和牙齿都忍不住发出互相撞击的声音。我强撑着身体，看了眼手机时间，11月11日晚7点，就是今晚。周颖不是应该在加班工作吗？她怎么会在君悦盛庭？和她一起吃饭的那个人又是谁？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如同枪林弹雨一般，彻底击穿了我内心的防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颖她难道真的出轨了？此刻，
我觉得有万千斤压在我的胸口，胸膛内里有什么东西硬生生撕裂了一道口子。我猛地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快要乱成一团乱麻的心。或许一切还有转机。我抱着最后一丝希冀，颤抖着点开了微信，点开语音，可看着他那熟悉的头像，我的心仿佛要飞起来一样，在胸膛里乱撞。张开嘴半天，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沉默良久，我才颤抖着发给周颖一条消息：周颖，你还在公司加班吗？发完消息后，我只觉浑身的力气仿佛在一瞬间被抽空，整个人顿时瘫在了地上。我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等待着他的回复。虽然只等了几秒钟，可我的心此刻却如同有成百上千的蚂蚁啃食一般，每一秒仿佛都在炙烤我的内心，让我坐立不安。足足过去了10几分钟，周颖的头像旁才出现了正在输入中的提示框。看到他输入消息，我的心此刻也提到了嗓子眼。如果他真的骗我说自己还在公司加班，那我们这7年的感情最后又该如何收场？好在周颖的回复彻底打消了我杂七杂八的念头。没呀，我在陪客户吃饭，眼看他并未骗我。我的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心中悬着的那块巨石此刻也终于落了下来。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和真诚，看来一切都只是我想多了。毕竟周颖的工作经常会和一起企业高管对接，君悦盛庭又是本地最高档的商务餐厅，请对方在那里洽谈业务也是很正常的商业宴请。我不禁拍了拍自己的脸，觉得公司破产后，自己可能有些太过敏感了。女友还在为了未来加班加点的奋斗，自己怎么还能窝在出租屋里想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我这么想着，顺手回复了周颖的消息：那就好，你在哪儿吃饭？等会我去接你吧。可这一次，周颖却几乎秒回了我的消息：不用了，我和客户就在公司附近吃饭，晚一点儿我就回去了。看着屏幕上的消息，我全身的血液像是凝结住不流了，心像被是老虎钳子钳住，用力地撕扯着。君悦盛庭地处市中心的商业街，和他平时上班的地方隔了10几公里，坐地铁都要好几10分钟。这就是所谓的在公司附近。我颤抖地合上手机，黑漆漆的屏幕衬映着我那毫无血色的脸。我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窗外，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可无边的夜幕仿佛浓墨般重重地涂抹在天际，连星星的微光都一同被遮蔽。一想到周颖的那些话，无穷无尽的虚无感仿佛都要把我吞噬殆尽。便签也好，短信也罢，仅仅是一晚，我便发现了这么多的疑点。那我们在一起的7年里，他究竟还瞒了我多少？一想到同床共枕的女友竟然还藏在我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不由得一阵双腿发软。就连桌上那些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现在好似魔鬼一般狞笑着盯着我不放。7年，整整7年，我把周颖当作我的一切，努力想要让她过上做幸福的人生。可现在，她的谎言却在我心中蒙上了一层无法拭去的阴影。我近乎颤抖着从兜里取出一包烟，打了4、5次火，才终于点燃了那根烟。我猛吸了一口，任由雾气在我的胸腔肆意冲撞。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好受一些。我气灭了烟蒂，又点燃一支，可强烈的不安却始终积蓄在胸口，像是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结。看着书桌上毕业时留下的合照，我的心像是被谁狠狠地捏了一下。照片里的周颖笑得依旧是那么纯真烂漫，
像是一朵盛大的百合花。可此刻，我却不敢细想，我们的之间的感情是否也到了凋谢的花期。掐灭最后一根烟，我猛地站起身来，披上外套，冲出了房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他真的变心，那我不介意亲手安葬我们的爱情。我急忙拦下一辆出租车，朝着君悦盛庭赶去。车上，我大口喘着气，低头看向手表，7点20分。身为本地最高级的商务餐厅，君悦盛庭实行的是会员预订制度。周颖预定的7点用餐，那现在他和那个人一定还在餐厅里。17分钟后，我抵达了君悦盛庭。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眼前的建筑如此说是一家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极具奢华和典雅风格的西式古建筑。那高耸的塔尖像极了中世纪的城堡。只可惜此刻，公主正和别人共进晚餐。我咬咬牙，朝着餐厅的方向跑去。可真走到门口，我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客人，又停下了脚步。万一周颖只是怕消费太贵，让我担心，才谎报了餐厅。我这样鲁莽地冲进去，只会让他的工作变得一团糟。冷静下来后，我打算先试探一番，给周颖打去了电话。宝，天气预报说可能会下雨，我给你送伞来了。下雨？真不用，我等会打个车就好了。没事，我在地铁上，一会儿就到了。我故意扯了个谎，想看看周颖的反应。如果他真的在和客户谈合作，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他自然也就不会继续瞒着我，让我跑空。可电话那头，周颖的话却让我的心都凉了半截。你快到公司了。我知道了，你先稍等一会儿啊。我和客户还在沟通细节。我刚想开口再问些什么，可周颖却直接挂断了电话，语气中显然带上了几分慌乱。这无疑让我的猜测加重了几分。难道他真的在和什么人私会？我深吸了一口气，拖着身体躲在了一辆皮卡车后。没几分钟，周颖便挽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从君悦盛庭里快步走出。此刻的他正穿着一袭黑色连衣裙，乌黑的头发瀑布般垂直地披在肩上，脸蛋微微透着淡红，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可我的心却像是掉在冰水里，脑子里更是乱成了一桶浆糊。而远处的二人此刻却是你侬我侬，不舍般的紧紧抱在一起。今晚不过夜了，怎么突然就要回去了？别提了，都是那个死废物说会下雨，非要来接我回去。听到周颖那一脸幽怨嫌弃的语气，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整个人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宛如一道晴天霹雳，轰得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此时此刻，整个世界化作一团光影，逐渐缩小，离我远去。意识模糊间，周围的喇叭声、风声，一切的一切都好似与我无关。我如同一只断线的木偶，被整个世界无情地抛弃。似乎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在我指尖滑落，而远处周颖二人的亲热声，仿佛一把把利刃刺入胸膛，嘲笑着我的无知。我只觉血液在太阳穴里发疯似的悸动，脑袋像给什么东西压着，快要破裂了。心头里的那一股怒气如火焰般肆意摇曳，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冲到了周颖面前。周颖看到赶来的我，顿时花容失色。苏明，你怎么会在这里？周颖显然没预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此刻他正挽住对方的胳膊，倚靠在他的肩头，看到我怒不可遏的模样，这才如同触电般的松开了对方的胳膊，赶忙跑到我面前，拉住了我的手。苏明，你听我解释，
可当周颖碰到我的瞬间，方才的种种顿时再次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近乎本能般的感到一阵恶心，连忙甩开了他的手。够了，我不想听。被我甩开后，周颖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跟他甩开他的手，以往不论有什么矛盾，我都会让着周颖，生怕他受到一点伤害。可这一次没必要了。感受到我话里决绝，周颖试探般地问道：“你都知道了？”我冷笑一声，将他当年亲手给我织的围巾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要是我不知道，你还打算瞒我多久？一辈子吗？听到我的话，周颖如遭雷击，颤抖着向后退了半步，倒在了那男人的怀里。可那人却丝毫没有偷情被发现的慌乱，反倒是不慌不忙地将周颖扶稳，朝我递来一张名片。苏明是吧？我之前在破产名单上见过你。对方脸上始终挂着笑意，可语气里的轻蔑却丝毫不加掩饰。名片上，我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身份：陆行，北辰集团总经理，是人们口中极为眼红的商务精英。看着陆行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我知道那是属于上位者的自信和傲慢。见我不说话，陆行像是确定了什么，索性一把搂住了周颖，炫耀道：“苏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你都跟莹莹多少年了？你低头看看你那身穷酸打扮，你丢人没事，可你让莹莹怎么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体面点儿，该滚就滚吧。”陆行语气嚣张，像是一只傲慢的狮子，高高在上的审判着我这只猎物的命运。可即使在耀眼的光辉，也无法掩盖出轨的事实。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看向了周颖。我想听听，这个我为之奋斗半生、同床共枕7年的女人，又是如何为她的行为辩解？感受到我的视线，周颖死死地咬着下嘴唇，脸色变了又变，最终像是下定决心一般，对我冷声责备道：“苏明，我已经跟了你7年，从大学到工作，那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一度相信你，你一定会出人头地。可你呢？一次次辜负我的信任，浪费我的青春。现在我腻了，我需要安全感。”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周颖，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非常陌生。曾经在我眼里，冬日的骄阳都不及他半分温柔。相恋那天，月光下，周颖带着笑地向我步来。那时我觉得，月色与血色之间，他就是这世间的第3种角色。可现在，当爱情的滤镜被打破，现实是那么的可笑。我强忍着快要冲出眼眶的泪水，伸出手说道：“把我奶奶的戒指还给我，那是我苏家给儿媳妇的东西，你配不上它。”听到我要拿回戒指，周颖的眼神顿时变得闪躲起来，像是一只不知所措的兔子。可当陆行的手落在他的肩上，周颖便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再度冷静了下来，冷笑着说道：“那破东西，搞得谁稀罕一样。”周颖一把将戒指从手上摘下，扔在地上，连同我们7年的感情一起踏碎。做完一切，周颖像是不解气一般，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深情倨傲地在我面前晃了晃：“苏明，你看清楚了，这可是西溪边上的大3居，3万1平。你这种穷鬼一辈子都买不起，这就是你和陆行之间一辈子也跨越不了的天堑。”看着他那拼命想要证明我错了的样子，我惨然一笑。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个他大抵是死了。我捏紧了拳头，可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动手。为了这种人动手，根本不值得。天空顺势飘起了雨。周颖最终还是上了陆行的车，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去哪里。嗡嗡！就在我愣神之际，电话响起，是西溪最大开发商北辰集团总裁打来的电话。长叹一声，我接通了电话，一道熟悉的声音将我的思绪猛地拉回现实。三弟，你在破产，咱爸可要让你回家继承家业了。听到电话那头大哥熟悉的声音，我不由鼻头一酸。在外打拼7年，我为了一个女人掏心掏肺，落得满身狼藉。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家人才是我真正的避风港。我努力将泪水憋回眼眶，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点头道：哥，你放心吧，我不要紧。尽管我已经尽量控制好了情绪，可大哥依旧像是猜到了什么。电话那头顿了顿，大哥才轻声宽慰道：嗨，只是一家小公司而已，你不还有10几家吗？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要不要来北辰集团陪你哥喝酒？感受到大哥话里的善意，我心中不由一暖。我虽然是苏家领养的孩子，可苏家却一直视我为己出，大哥更是什么都护着我，就连他一手创立的北辰集团都分给我了30%的股份。一想到这些年苏家对我的厚待，我这才幡然醒悟，明明苏家才是我安身立命，值得用一生回报的，我却在一个两面三刀、爱慕虚荣的女人身上浪费了7年时间。想到这里，我猛地深吸一口气，整个人顿时清醒了不少。哥，你放心吧，那只是我名下最小的一家公司，以后我就专心事业了。西溪那边2期的工程快结束了，我明天去看看情况。见我又重新恢复了斗志，大哥大笑几声，嘱咐了我一些事情后，便挂断了电话。第2天一早，我开着刚入学那年大哥送我的保时捷前往了西溪。2期工程附近还未通路，我便打算在附近的小区先停个车。刚开到小区门口，我便看到了一道熟悉的倩影。只见周颖正戴着墨镜，踩着一双恨天高，打扮靓丽的从小区里出来，颇有一种时尚女郎的气质。连我也没想到，只是顺路来停个车，居然就撞到了她在的小区。看着周颖那一身性感的装扮，我却摇了摇头，眼神中并无半分欲望。毕竟再华丽的外表也掩盖不了内心的卑劣。而远处，周颖看着门口停车的保时捷，也不由多看了几眼。毕竟这里的低价3万1平，能开得起跑车的并不多。可当他的目光对上我时，周颖立马摘下了墨镜，瞪大双眼，死死地盯着驾驶位，一副活见鬼的模样。苏明，还不等我开口，周颖便急匆匆地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车前，绕着车转了好几圈，这才捏紧拳头，咬着牙向我问道：苏明，你哪弄来的车？看着他那不可置信的模样，我淡淡道：别人送的。我并没有说谎，这台车的确是当年我刚上大学时大哥送我的入学礼物，只是当初遇到了周颖，我觉得太过高调，才很少开出来。直到前段日子要跑西溪的工程，我才从车库里调出来。可听到我的解释，周颖却径直对我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苏明，你就继续装吧，还别人送的，这车落地都要100万了，你以为你是谁？财神爷转世吗？别人上赶着犯贱，送你跑车是吧？周颖嘴上咄咄逼人，一副不屑一顾的清高模样，可他的眼神却一刻也没有从我车上挪开。我顺势调侃道：你该不会是嫉妒了吧？我话音未落，周颖便像是踩着尾巴的野猫一般，顿时激动地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喊道：我嫉妒你，笑死人了！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看你自己配开这种车吗？哦，我知道了，你这车款式这么老，该不会是为了挽回我，打肿脸充胖子，专门从哪个二手车行租来的旧车吧？说这话时，周颖高傲地扬起了下巴，眉梢微微上挑，眼中更是闪烁着一股自信的光芒，那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仿佛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绕着他转。但现在的我可不会再小心翼翼地守护他那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陪他玩着无聊的过家家游戏。我并没有搭理周颖，而是转头看向了一旁的保安，轻笑着打了声招呼：“李叔。”听到我的声音，保安挺礼，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白发大叔赶忙探出头来，看清车里的人是我后，李叔一路小跑为我打开了门禁。苏先生，您又来了，附近有个工程快结束了，我来看看情况。李叔早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为了补贴家用，不麻烦子女，这才专门找了个看门的岗位。因为经常停车，我们也就渐渐熟络了不少。可这一幕却深深刺激到了一旁的周颖，只见他双手叉腰，趾高气昂地斥责起了李叔：“臭保安，谁叫你放外人进来的？到时候出了事情，你负责吗？还什么苏先生，一把年纪了，连租的车都认不出来，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回你那乡下去。”周颖的衣着光鲜亮丽，像极了电视剧里的都市丽人，可她的话却像是毒蛇一样冰凉阴狠，无论是对身边的人，还是对周围的事物，都带着一种不屑的神态。即使是李叔这样老实忠厚的人，此刻都被他对得有些窝火。你这丫头长得白白净净，怎么心眼儿这么龌龊？苏先生开这车都快3月了，你凭什么污蔑人家是租来的？李叔的声音不大，可却如同一道晴天霹雳，震得周颖愣在了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晌，周颖才像是想到了什么，涨红着脸回怼道：“我懒得跟你这种乡巴佬解释。”话音未落，周颖便怒气冲冲地看向了我，双臂环抱，咬牙道：“苏明，现在才被我发现了吧？我说你怎么破产了？原来是钱都拿去自己消费了。之前还口口声声说什么爱我，什么7年的感情。哦，恶心！”听到周颖的指责，我不由冷笑一声。原来在他眼里，肯为他花钱，那就是爱他。7年的守护，7年的陪伴，在他眼里，连一台车都不如。我摇了摇头，冷声道：“周颖，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装了。这车是我大哥当年送给我的，我名下也并非只有那一家公司。当初你家里遭受重创，我怕你接受不了，这才放弃了荣华富贵，陪你一起打拼。而我真正的身份，你根本配不上。”我语气决绝，像是要把这些年的隐忍和不甘全部倾泻而出。下一刻，一阵鼓掌声却悄然从我背后响起。苏明，你装的还挺像啊。听到这有些耳熟的声音，我皱着眉头转身看去，只见那人身穿一件剪裁精良的西装，脚踩一双昂贵的皮鞋，就连腰间的皮带都彰显出一股的高贵与奢华的质感。正是那晚的陆行。见到陆行赶来，周颖更是喜笑颜开，连忙扑到陆行怀里，撒起了娇：“老公，你可算来了。”这家伙开个跑车堵在小区门口，吓死人家了。看着周颖那故意夹着嗓子撒娇献媚的样子，我更是觉得一阵反胃，差点把早餐都给吐出来。感受着怀里的温软，陆行此刻也极为受用，轻挑着眉头，上下打量着我的车。片刻，他像是相通了什么，嘴角挂着倨傲的笑容朝我走来。他每一步都带着一丝自信和傲气，
仿佛他才是地球的中心，而其他人只是他脚下的蝼蚁。苏明，做人可没必要太攀比呀。是，我知道，像我这种精英，肯定给你带来了不小的焦虑和压力，可你也不至于拿公司当背书，去借高利贷，爽这么一哆嗦吧。现在你那公司破产，你就是把车卖了，都不够还债。哎，有些人啊，是一步错，步步错呀。陆行一副说教的语气，眼神里的轻蔑更是不加掩饰，好像他就是这世界最成功的人士，居高临下的审视着我的人生。看着他那一副倨傲的模样，我只觉得无语。苏家产业遍布江南，我自小也从未见过谁这么不可一世，即使是掌控北辰集团的大哥，平日里也不会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对于这种人，我也懒得搭理，淡然道：我怎么做与你无关，我还要视察西溪2期的工程，没时间跟你掰扯。可陆行听到我的话，却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笑得合不拢嘴。苏明，我看你是分手了，刺激太大，脑子瓦特了是吧？实话告诉你吧，老子就是北辰集团的项目经理，等会儿苏总就要来视察2期的工程。怎么，难不成你还想说你就是我们北辰集团的苏总不成？陆行笑得更大声了，恨不得让周围的路人都来围观我的丑态，就连一旁的李叔都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小声道：苏先生，这人背景太大，是小区出了名的难惹，要不就先忍忍算了。闻言，我轻笑着拍了拍李叔的肩膀，摇头道：李叔，放心吧，这点事我能处理。说罢，我转身看向陆行，淡然道：我的确不是北辰集团的总裁，但我依旧是除了他之外北辰集团最大的股东，今天就是替他来视察工程的。听到我的解释，陆行先是一愣，随即冷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苏明，骗骗自己得了，就你这种创业失败的废物，也配和苏总相提并论？以后要是让我再发现你打着我们苏总的旗号招摇撞骗，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陆行话里的威胁之意丝毫不加掩饰，仿佛只要他一点头，我就必须要跪地俯首称臣。一旁的周颖更是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就是识相的就赶紧滚蛋，这地方可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正当我准备开口反驳之际，陆行身后一辆劳斯莱斯径直停下，走下来一人。你说谁不能来？只见那人年纪大约27、8岁左右，蓄着一头短发，白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衬衫袖口卷到手臂中间，露出小麦色的皮肤。苏总。看清来人的长相后，陆行瞪大了双眼，低头看了眼时间后，连忙鞠躬道歉，随即指着我栽赃道：苏总，都是这小子在这儿打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这才耽搁了一些时间，10分钟啊不，5分钟，我立马派车来接您去2期工地。说罢，陆行更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角更是露出一丝阴谋得逞的冷笑。可苏总却并未搭理他，反倒是径直走到我的身旁，搂住了我的肩膀。三弟，我说你怎么半天还不来？原来是堵这儿了。三弟，此话一出，陆行和周颖顿时惊呼出声，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盯着我。尤其是陆行，不仅身体快都抖成了筛糠，脸色更是憋成了猪肝色，连大气都不敢喘。而我则是一五一十地将经过告诉了大哥。下一刻，大哥用力攥着拳，脖子上青筋直露，揪着陆行的衣领，冷声道：陆行是吧？不仅抢我弟弟的女人，还敢对他出言不逊。怎么，这车是我当年送的，
你看不起是吗？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整个业界都不会再有你的容身之地。得知自己被封杀，陆行像是被抽干了骨髓一般，顿时瘫软在地，像一条狗一般抱着大哥的腿，不断求饶：苏总，苏总，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可大哥却懒得多看一眼，一脚踹开。至于周颖，此刻则是呆呆了，愣在原地，看着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北辰集团总裁弟弟的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这怎么可能？他之前说的都是真的。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大哥则是冷笑着摇摇头：有眼无珠的东西，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也配不上我弟弟。教训完二人，我和大哥便坐上车前往了工地视察项目，直到忙到傍晚，我才开车回到了之前的出租屋。倒不是缅怀什么，只是那里还留着一些公司的文件，我还没有带走。可我刚打包好文件，门外便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苏明，我知道你在里面。苏明，我求你了，我真的有话对你说。门外，周颖正砰砰地敲着大门，带着哭腔在楼道里叫喊。我虽然并不想见他，可总不能任由他继续扰民。长叹一声后，我还是打开了门。只见周颖此刻早已脱下了那些奢华的名牌服饰，换上了大学毕业那天的制服，红着眼向我扑来。苏明，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想减轻你的负担。我已经和他分手了，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换做之前，看着他那梨花带雨的模样，我定然于心不忍。可现在，我直接一把推开了他，冷笑道：减轻我的负担？周颖，你连和陆行约会刷的都是我的卡，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听到我的质问，周颖身体一颤，哭得更加用力。苏明，我们毕竟在一起7年了，7年，你浪费了我7年的青春，你现在有钱了，就打算拍拍屁股跑了吗？周颖的哭声顿时响彻在整个楼道，不少邻居更是纷纷开门探出头来，看到周颖那可怜的样子后，纷纷为他出头。小伙子，你这人怎么能始乱终弃呢？真不是个东西，要不然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呢？我呸！听到邻居们的指责，周颖反倒是委屈巴巴地摆了摆手，小声道：没事，没事的。我知道他也有苦衷，肯定是我不够好。这话一出，邻居们更是群情激愤，恨不得将我这个负心汉生吞活剥。我看着周颖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只觉得更加恶心。周颖，你闹够了没有？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你在一起。我拖着行李，摔上大门，径直撞开了周颖，朝着楼下走去。任由他在地上撒泼打滚。在楼梯拐角，我还看到了陆行，此刻的他正咬牙切齿地盯着我，眼里翻涌着的全是阴狠和怨毒。而我也不惯着，冷声嘲讽道：再见了，商业精英。最后4个字，我故意咬得很重，而我这轻蔑的语气，让早就习惯了被人吹捧的陆行顿时火冒3丈。腮边凸起一条冷硬的肌肉。苏明，你害得前途尽毁，咱们走着瞧。可最终，他还是没敢动手，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便急匆匆地朝着楼上跑去。而我也懒得再跟他们牵扯下去，带着行李前往了我另一家公司。花了2、3天的功夫，我才重新熟悉了一遍我名下每家公司的现状。正当我规划着公司前景之际，手机却突然响起，是大哥打来的电话，语气焦急：三弟，快看看手机，你上热搜了。我挂断电话，眉头紧蹙，心里顿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难道是周颖他们搞出了什么幺蛾子？而当我打开手机后，一条条热搜顿时冲到了榜单前十。北辰集团大股东始乱终弃，江南苏氏第三子疑似家暴，周颖家暴视频流出。翻着不断刷新着的一条条热搜，我顿觉有些头大。一切的根源来源于1天前周颖上传的视频。视频里，周颖鼻青脸肿，满身的淤青和伤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和我在一起的7年里，我是怎么出轨、家暴、精神控制，甚至在他受不了虐待，跟我分手后，说我利用苏家的背景和北辰集团蓄意报复，不仅封杀了他，还开除了为他发声的好闺蜜陆行。经过一通舆论发酵，不过短短1天时间，我就成了互联网上人人喊打的家暴渣男。点开评论区，一眼望去只有2种人，一种是觉得我该死的，一种的觉得前者骂得不够狠的。就连北辰集团以及我名下的所有公司，全部受到舆论影响，不仅股价暴跌，就连工程开发都受到影响。如果不能解决好，对养育我多年的苏家也是个不小的麻烦。沉思片刻，我反手打给了水军公司，豪掷千金让他们继续煽动节奏，不过却不是洗白我，而是捧杀周颖。当晚，网上便出现了清一色的1级新账号为周颖说话，这股动静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但终究盖不过网友的声讨。没一会儿，眼看节奏起飞，周颖也顺势打开了直播，在直播间里一边哭诉着遭遇，一边开着打赏猛猛捞金。直播最后，周颖更是隔空喊话，要我给他一个答复。做了那么多，无非就是最后想利用舆论逼我掏钱，息事宁人。相处7年，周颖的小心思我一眼就能看透。不得不说，周颖这一招很绝，可他依旧漏算了一步，那就是我当初的真心。我冷笑一声，反手将那个我保存多年的视频上传到了我的个人账号上。那是我拍摄的一段 vlog， 记录了这7年来我和周颖恋爱中的点点滴滴，以及我7年来的付出。本来他应该出现在我和他的婚礼，不过现在这段视频足够说明一切了。等到凌晨时，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直到此刻，无数网友才发现自己被周颖和陆行2人蒙骗。惊讶、不解、愤怒。之前声讨我的声势有多大，现在对周颖和陆行的反噬便有多大。短短1晚，局势便彻底扭转，就连周颖和陆行出轨的事情以及各种黑历史都被愤怒的网友一一扒了出来。妈的，我就知道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下头女，害我们差点诬陷了好人。我看着网上的评论，笑着合上了手机，直到凌晨5点多，一通电话将我吵醒，是周颖打来的。苏明，你是要逼死我吗？周颖的声音很大，恨不得震聋我的耳朵，可我依旧能听出她一夜未眠的疲惫。我冷笑一声，没跟她多说一句，直接挂断电话，将她拉进了黑名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利用舆论压垮我，就要承受好造谣的代价。整理好心情，我便回到了办公室，继续谋划公司之后的发展方向。正当我低头沉思时，办公室的门却轰的一声被踹开。苏明，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抬头看去，只见一男一女戴着口罩，强行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正是周颖和陆行2人。周颖脸色憔悴，血丝布满双眼，往日精心打理的头发此时更是乱成了一团。门外，保安气喘吁吁地低头鞠躬道歉，
向我解释这两个疯子的行径。我淡然一笑，在保安身前小声嘀咕了几句，便让周颖二人坐了进来。这还差不多，见我极为配合，周颖的脸色这才好了不少，得意地将孕检单拍在了我的桌上。苏明，我怀了你的孩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坐在办公椅上，我顺势看向周颖那微微隆起的小腹，内心不由冷笑一声。这么多年，我都一直安分守己，从未做过越界的行为。我眉头微微皱起，拿起孕检单瞥了一眼，已经怀孕2个月，可前段时间公司破产，我忙得焦头烂额，更是压根就没碰过他。显然，那并不是我的孩子。看着周颖和陆行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我轻笑一声，直接将孕检单撕了个粉碎。周颖，你很清楚，那不是我的孩子。眼见我丝毫不慌，周颖此刻也有些着急，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到了窗户旁。苏明，这就是你的孩子，要么给我300万，要么我就跟孩子一起从楼上跳下去。周颖死死盯着我，眼神内充满了偏执和疯狂。连我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就连一条鲜活的生命都能成为他肮脏的筹码。僵持片刻，我突然笑了笑，转身拿起茶壶去接了壶水。不就是要钱吗？钱能解决的事，干嘛要死要活的呢？我轻笑着给周颖二人倒了杯茶，示意二人坐下。眼看我终于妥协，周颖和陆行二人相互对视一眼，眼神里的兴奋和贪婪丝毫不加掩饰。周颖更是趾高气昂地将杯里的茶水一饮而尽，威胁道：哼，算你识相，告诉你，今天我们账户上要是没有300万，我们就不走了。看着周颖将茶水喝得一滴不剩，我这才轻笑着看向周颖，提醒道：周颖，这壶茶里我放了蟑螂药，你不会出事，可你肚子的孩子可就说不准了。我话音刚落，周颖的脸色顿时煞白一片，赶忙伸手扣向嗓子眼，试图让自己吐出来。你卑鄙无耻！陆行更是眼球暴起，额头的青筋像趴在菜叶上吃得正欢的菜虫，气冲冲地揪着我的衣领，怒吼道：你个畜生，要是我孩子有个3长2短，老子跟你拼命！看着陆行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却不慌不忙，从桌下掏出一支录音笔，轻笑道：陆行，你终于承认了，那是你的孩子。至于蟑螂药，我又不是你们，怎么会做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看到我手中录音笔的刹那，二人的脸色像是吃了苍蝇一般，两只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你故意套我们的话！陆行的胸口剧烈起伏，发了疯地朝我冲来，想要夺走我手中的录音笔。一旦我将录音笔交给警察，他们二人敲诈的名头就彻底坐实了。此刻二人也是竭尽全力，想要销毁我手中的证据。苏明，不交出来，我们就杀了你！而我只是笑了笑，按响了火警铃。下一秒，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进来，迅速控制住了二人。警察，不许动！早在他们进门时，我就吩咐保安报警，在门外伺机而动。被带走时，周颖和陆行的脸上早已没了血色。不要！我没罪，别抓我，别抓我！可不论他们如何求饶，那明晃晃的银镯子依旧戴着了他们手上，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法律的审判。半年后，周颖和陆行的案子也逐渐淡出了互联网。陆行涉嫌敲诈勒索、杀人未遂等罪名，数罪并罚，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余生。至于周颖，在关进派出所没多久后，就受不了打击，得了失心疯。
每天念叨着什么我是苏家的媳妇，甚至不断自残，导致了流产，最终积压在精神病院里，了却残生。而经过这半年的打拼，我名下的10几家公司，不少都已经顺利上市，家里更是为了介绍了一位贤良淑惠的姑娘，定好下个月结婚。自此，我的人生也将开启新的篇章。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在女朋友的生日宴上，她向我提出了分手，原因是我一穷二白，不如一个富二代有钱。我送的还未出版的手机被当成了杂牌，还说我穿的不如富二代的一身名牌。女友拿着富二代给的10万抛下了我。我笑了，我堂堂李氏集团唯一继承人，竟然比不过一个小富二代。李辉，我们分手吧。白晶晶抿着唇对我说出这句话，我有些发愣，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温顺乖巧的女朋友对我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扪心自问，我1没出轨和别人搞暧昧，2没抽烟酗酒打人，我的手有些颤抖。面对一桌子的饭菜，竟然有些下不了口。我和白晶晶在一起1年多了，她是我们班上的班花，人长得甜美可爱，说话也是轻声细语，从不对人发脾气。当初为了追到她，我每天都给她带早餐，下雨时及时给她带伞。久而久之，她终于被我感动了，从而答应了我的追求。此时他微微低下头，我还是问出了我心中的困惑：为什么要分手？一道声音没等他回答，就率先打破了此刻的沉寂。当然是因为你穷啊，臭屌丝！包厢的门被人推开，进来的人正是赵成和他的小弟们。据说赵成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富二代，出去吃饭啥的都是他请客，而且动不动就是上万元的消费，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人称赵公子。他走过来，一把搂住了白晶晶，他也没抵抗，任由赵成的手在身上游走。我怒了，把你的咸猪手放开！哟，我还偏不你能把我怎么着？赵成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就是，难不成你还想对赵公子出手不成？赵成的小弟们也在一旁附和着。我冲过去，一把将赵成放在白晶晶肩上的手打开。这时白晶晶开口了，但是她说出的话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够了，李辉，我们已经分手了，不要再无理取闹了！白晶晶朝我怒吼，她眉头皱起，眼神犀利，仿佛是我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我有些不甘心，毕竟眼前的女孩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人，我不想轻易放手，因为她有钱，她可以给我想要的。你可以吗？白晶晶有些轻蔑的语气狠狠地刺伤了我的心。呵，没想到竟然是因为钱。当初我第一眼见到白晶晶时，我以为她是那种朴实无华，不贪图富贵之人。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如此痴情地追求她。到头来，她竟然因为钱跟我分手。我有些自嘲般地笑了笑。赵成看着我，眼里的鄙视都快要溢出来了。他拆开我送给白晶晶的礼物，里面是一部手机。赵成拿起手机晃了晃，他看着手机上没有任何的标志，随后将它丢在了地上。什么杂牌手机也配送给晶晶？众人大笑。白晶晶也看了一眼手机，果然是个穷鬼，送个手机都挑这种没牌子的。白晶晶的这番话极大的讨好赵成，他从怀里摸出一张卡说：宝贝，这张卡里有10万，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说完还捏了捏白晶晶的脸，白晶晶也被他这财大气粗的模样给征服了，一脸娇羞地说着讨厌2字。他可从来没有对我露出过这样的表情。
我看着他们二人旁若无人的调情，心中冷哼，也不怪他们不识货，毕竟这手机是最新研发出来，还没开始售卖的，不知道也很正常。我默默地捡起被他们瞧不起而丢在地上的手机，将它小心翼翼地装回礼物盒里。瞧他那宝贝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手机有多珍贵呢。赵成的小弟对我的行为冷嘲热讽，而白晶晶对此也没有反应，任由别人嘲讽。我有些失望，但回想着他刚刚的表情，我也就释怀了。毕竟他瞧不起我。我看了看手中的礼物盒，回想起当初在给这款手机定名时，我本想将它命名为 LG， 意为爱晶的意思，现在想想也没有必要了。我转身想要离开包厢，赵成却抢先一步搂着白晶晶拦在了我面前。他有些油腻的面庞靠近着我，对我说：“你还没有尝过它的味道吧？没事，我来替你尝尝。”哈哈哈哈哈！走了，兄弟们，这破地方的饭不好吃，我们换一家。虽然对白晶晶失望了，但是2年来付出的感情却不假。我紧握着拳头，看着她搂着以前我无比珍惜的女孩消失在眼前。临走时，白晶晶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有钱的魅力，随随便便就能给我10万，你能给我什么？”她眼中的嫌弃让我彻底的死心了。晚上，我叫上了自己的发小出来喝酒。陈理到的时候，我已经喝完2瓶了。他走过来拍了拍我：“哟，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陈理坐在我面前，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上了一杯。我没有抬头，只是盯着酒杯里的酒，淡淡的开口：“兄弟，我失恋了。”哟，堂堂李大公子竟然失恋了，被人甩了。陈理觉得有些好笑，但是在看到我有些微红的眼眶后，却止住了声。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陪着我喝酒。眼看着我一杯一杯地往嘴里送酒，他终于忍不住了，抢过我手里的酒。不就是失恋了吗？为了一个女人至于吗？陈理有些不理解，为什么他把你甩了呀？他嫌我穷。陈理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捂着肚子笑得癫狂，竟然会有人说首富的儿子穷。我有些无语地看着他。其实让我难受的并不是白晶晶的离开，而是自己看错了人，一片真心为了狗。咦，这是什么？陈理拿起旁边的礼物盒子，他瞧不上的礼物。陈理一把将盒子拆开，拿出手机挖槽：“这是你家的最新款手机吧？这他都瞧不上，他什么家庭啊？”我看着陈理的反应，觉得有些好笑。白晶晶是从乡下考来这座城市上大学的。据我所知，她的妈妈在餐馆当服务员，她的爸爸是一名保安，家里还有一个在读高中的弟弟，不过却是整天游手好闲不学习的。当初我便是看上了白晶晶的朴素，认为她是那种天真懵懂的小女孩，直到今日看清了她的真面目。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是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况且她这枝花说不定已经被人摘走了。我收拾一下就回学校了，而那个最新款的手机也随陈理拿去用了。回到寝室，室友还在向我打趣着问我今天和女朋友的约会怎么样。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已经分手了，他们也是识趣的，没有多问什么，只是安慰了几句。在这所学校里，我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所以我交到的朋友都是比较真心的兄弟。大家快看群里的消息，这周末要团建，快去投票选地点。寝室长大声地向我们宣传着，生怕我们错过了这次的投票。本来我想着这次也像以前一样，随便投个地点就好了，
直到我看到了群里赵成在群里的回复，大家随便选，这次团建我请客，赵总霸气，不愧是我们赵公子，晶晶，你可真有福气，成为了赵公子的女朋友啊，白晶晶。我看着群里的人在不断地拍着赵成的马屁，甚至连白晶晶都好闺蜜也艾了他，夸他找了个好朋友，我不禁感到有些讽刺。现在的人都是见风使舵，想当初白晶晶的闺蜜也收了我不少好处，如今也是这般，哪边有风哪边倒。我看着群里聊得热火朝天，默默地把一个5星级的酒楼写了上去，因为群里的投票都是匿名制的，大家根本都不知道是我把这个酒楼填上去的。众人投票时，一看这个5星级酒楼就选定了，因为有人请客，不如吃顿好的，反正有冤大头买单，不薅白不薅。于是我提供的5星级酒楼票数最高。次日我醒来发现群里的团建地点定了，果然就是那个5星级酒楼，这就有意思了。在这酒楼里吃饭消费就没有低于5万的。有好事者啊，赵成，赵总觉得这酒楼怎么样？应该能配得上您的身份吧？我觉得就挺好。消息发出去10分钟了，赵成都没有回应，大家都纷纷猜测说，该不会是觉得太贵了，请不起吧？就在大伙商量决定要不要换地点时，赵成回应了。他发出一张照片，是一张合照。照片里他裸着上半身，旁边露出一截女生的手臂，白色的床单有些刺眼。不用说，我也知道照片上的那个女生是白晶晶。我是真的没想到她是这么随便的人，看来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呀。大家到时候随便吃，我不差这点钱。赵成的话语给大伙下了一剂猛药，群里都是吹捧赵成的。我看着他的回复，好戏要开始了呢。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就到了团建的日子。众人都美滋滋地朝着5星级酒楼出发，很快人就到得差不多了。我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想玩会游戏，可偏偏我不去惹别人，别人就偏要往我跟前凑。哟，这不是李辉吗？今日竟然来团建了，稀客呀！赵成搂着白晶晶吆喝了一嗓子，大伙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该不会没来过这么高档的酒楼，想接着赵老大的光来看看吧？就是，你看他穿的都是些什么呀？全是上不了台面的地摊货。赵成的小跟班们一个个的都来我面前耀武扬威，好像他们不是借着赵成才能来在这里吃饭似的。更夸张的还属白晶晶的闺蜜，她捂着鼻子说着：“哎呦，怎么一股味呀？原来是她身上的酸臭味熏着我了。”我的室友过来了，看见这场面，想要帮我说话，我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没必要说话。就先让他们蹦跶一下好了，毕竟他们现在越开心，待会打脸的时候就越疼。赵成此时走过来，附在我耳边说着：“她很是甜美呢。”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没有说话，只觉得有些好笑。很快人都到得差不多了，班上的班干部们也开始叫来服务员点餐。赵成在看服务员递菜单给班长时，却抢先一步抢过了菜单。我看到班长刘华的脸上的不爽一闪而过，因为这次的团建全是赵成来买单的，即使他有些不爽，也没有表露出来。只见赵成的手随便划拉着上面的菜，许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他抬眼与我对视眼里，他的眼里透出不屑，嘴角也微微勾起。随后他将菜单扔到了我面前，一看你这种乡巴佬就没吃过什么高级的菜，今个哥就带你见见世面。我看着菜单上的什么鹅肝、鱼子酱烤肉以及价值8000的牛排，内心吐槽着，这些玩意
我都吃腻了，好吧？但是我还是没有表现出来，顺带再来一波捧杀。成哥霸气，我还没吃过这么高级的食物呢。许是我的彩虹屁放到了他心坎上，他的脸上洋溢着得意，大手一挥，随便点，不差钱。有他这句话，我的目的也达到了。什么鹅肝、牛排、鱼翅，每人都给点了2份，随手翻到最贵的那一页菜单，全给划上，还点了1瓶上万的红酒。就连一旁的服务员都被我的手笔给震惊了，眼睛瞪得极大，还提醒我：确定要点这么多吗？方正又不是我买单，他赵成不是爱充面子吗？那就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我向服务员投去一个肯定的眼神，他也没有再多问。赵成的小跟班看到了菜单上被我画密密麻麻，不禁有些担心地问道：成哥，我看那小子是真么客气啊？赵成对于跟班的质疑有些不爽，这算什么？也有的是钱。见赵成如此自信满满，他的跟班也没有再说什么，他们的这些小动作都被我尽收眼底，没人注意到我嘴角的弧度，而赵成也不知道待会将要面临什么。很快酒楼就开始上菜了，众人看着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赞不绝口，当然他们也没忘记去拍赵成的马屁。一时之间赵成风光无限，在菜上其后，赵成举起酒杯，嘴里说着什么提前庆祝此次团建圆满完成，以及大家吃好喝好的话语。大伙被今日赵成的手笔给震惊了，纷纷附和。随着时间的推移，饭局也将近尾声，到了结账的时间了。赵成搂着白晶晶，自信满满的掏出他的银行卡：先生，不好意思，您卡里的钱不够。服务员面带微笑，语气温柔地说出这句令众人都很有些尴尬的话语。原本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唠嗑的众人，在听到这句话时都安静了下来。我看见赵成的脸上的尴尬瞬间又变成了不可置信。你是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钱不够？赵成冲服务员吼道。服务员面不改色地解释了一遍：您卡里还有9万，我们今天的这顿饭10万呢。大家都有些不可置信，一顿饭竟然花了10万块钱。但是更担心的是，会不会这不够的1万要约？赵成的脸上有汗水划过，他有些不淡定了，叫你们经理来。许是看出了大家的担忧，赵成向大家解释着：大家不要担心，今天这顿说好，我请就我请，不会要大家出1分钱的。这酒楼的经理可是我叔叔。大伙听到赵成的这番解释，也都放心了下来。我倒要看看我的舅舅怎么就成了他的叔叔了。很快，一名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而且长相有些冷酷的男人就来了。经理就是他要见你。经理淡淡的扫过赵成，只见他的脸上带着疑惑：你就是经理？男人没有回答他，一旁服务员毕恭毕敬的模样就已经说明了一切。赵成慌了：不，你不是，我叔叔呢？明明我叔叔才是这酒楼的经理。噗哈哈，我笑出了声来。赵成，你该不会是付不起钱，想要攀亲戚吧？赵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一脸的窘迫。他的跟班们也见他这副模样，也没有想着帮他说话，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因为赵成有钱才跟在他身边的。现在这种情形，要是赵成付不起剩下的钱，那岂不是要让他们来垫上？虽说平摊下来每个人也就出1000块钱，但也是他们半个月的伙食费了。我看见赵成掏出手机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他拨通了电话，对电话那边怒吼着：快转1万块钱给我！很明显，对面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赵成一脸不耐烦地把电话挂了。
经理看着我，对我笑得一脸得意，说：“辉子，怎么样？咱这酒楼味道还不错吧？”经理的话像是在平地放了一声惊雷，大伙目瞪口呆的在我和经理之间来回观察。我大大咧咧地走过去，一把拦住我舅舅的肩膀，一副哥俩好的样子。还不错。大伙就这样看着我和我舅舅唠嗑。突然不知道谁提了一嘴：“成哥，你不是说经理是你叔叔吗？难道他还是李辉的舅舅？”此话一出，就引起了班上同学的热烈讨论。这一来二去，赵成就成了那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人，而他平时在班上建立的那种阔气富二代的人设也一落千丈。毕竟连10万块都给不起的人，也算富二代。这时，我那帅气多金的舅舅开口了：“这酒楼被我姐，也就是辉子的妈妈给买下来了。我闲着无事来当个经理玩玩。”班上的人一听，随后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李辉，没想到你家这么有钱啊，好羡慕啊，竟然能开得起5星级的酒楼。正好你跟白晶晶分手了，不如考虑考虑我呗。”我看见听到这话的白晶晶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她为了面子还是选择了回怼：“不就是一个5星级酒楼吗？赵成家也有什么了不起的？”她冷哼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酒楼。可我家不只有酒楼这一个产业呀，瞧她那样整得多清高似的。也许是班上的女生早就看白晶晶不爽了，在她走后，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她的坏话，什么高中开始就谈男朋友，还总是花别人的钱，什么大一的时候就跟社会上的人不清不楚，甚至传到最后孩子都生俩了。总之就是越说越离谱。我没有再去听他们嚼口舌。班上也有人见此想要来巴结我，我没有理他们，而是叫上自己寝室的好哥们一起去开黑了。最后也不知道赵成从哪里弄了1万块钱来把饭钱给补上了。不知道是谁把赵成付不起饭钱还乱认亲戚的这段给拍了下来。学校的人对这件事感到有些的不可置信，因为赵成是学校出了名的爱炫富，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他家里肯定很有钱。就在我看着群里的人讨论个不停时，一条消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没人觉得这个李辉很有钱吗？这5星级酒楼是他家的哎！群里有一瞬间的寂静，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吹捧。一时之间，我大放光彩，就连我平白无故地走在去上课的路上，我都感觉到有人在关注着我。同样受关注的还有赵成。平日里大家都有些反感炫富过了头，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大家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事情在晚上出现了转机，有人在学校的表白墙说这一切都是我请人来自导自演，那个经理是我找来冒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赵成丢面子，出了女朋友被抢这口恶气。在这篇帖子下面还配了我和我舅舅的说话的图，可那明明是饭局结束之后我和我舅舅在酒店附近唠嗑的图。都说我可以自己回学校，我那不放心的舅舅还偏偏要送一段路。帖子下面突然就出现了很多喷我的水军，有人说我连带牌的衣服都买不起，家里怎么可能买得下5星级酒楼？但是也有人选择保持理智，没有跟风无脑喷。这手法不用说，我都知道是赵成搞的鬼。毕竟别人夸我有钱还这么低调的同时，还不忘拉踩他。不管他们怎么在帖子下面拉我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反而是赵成开始出来蹦跶了。有些人非要来装这么一出，真是无语。没钱还要出来装，还找人来演戏，真恶心。
小爷我这身奢侈品不是谁都能穿得起的，某些臭屌丝别来沾边好吧。赵成在喷我的帖子下面疯狂输出，我那些讲义气的室友也不甘示弱的帮我回怼着。其实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说我，但是通过这件事让我看清了谁才是真心对我好的人，也算是一件好事了吧。我没有受这件事太大的影响，我和往常一样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很平静的。有些时候我不去找事，事却来找我了。不知是谁放出了风声，说人向学校捐了一栋图书馆，还成立了峰辉奖学金，不久后会举行颁奖典礼来鼓励那些刻苦学习的人。而他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的大群里将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终于学校官方出来给解释了，说确实是有人向学校捐了钱。此通知一出，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渐渐传出了是赵成的爸爸捐的款，学校的话题风向又变了。我又成为了那个被群嘲的穷屌丝，而赵成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富二代。就在群里正疯狂拍着赵成的马屁时，我的电话响了，是我亲爱的老爹。喂，爸，什么事？好的，我知道了。颁奖典礼吗？有好戏看喽。颁奖典礼上，我看见赵成穿得很隆重，就连头发丝都做了很精致的护理。一群小弟在为他忙前忙后，一旁的白晶晶同样也穿得奢华不已，两个人就像是要去参加啥贵族聚会似的。赵成见我在打量着他，他走过来，哟，小穷鬼没见过这么贵的衣服吧？你跪下来喊声大哥，说不定我还能允许你摸摸。他的小弟一听这话，也纷纷站在他的这边来嘲笑我。我真无语了，真是越缺什么就越爱炫耀什么。主持人话筒一开，宣布着颁奖典礼马上开始。我看向颁奖台上那抹粉红色的身影，这不是我那小青梅宋依依吗？她好像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冲我甜甜一笑。她明眸皓齿的模样一下子就撞到了我的心坎上。有请林薇上台领奖。我看向我的室友，为他获得奖金而感到高兴。毕竟他家是真的穷，他学习也是真的好。很快颁奖就到了尾声，有请白晶晶同学上台领奖。我看见我那打扮张扬的前女友，高傲地抬起下巴，缓缓向台上走去。有了她的对比，我才发现原来我那小青梅是如此的好看。气质也比白晶晶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以前真是瞎了眼。很快就要到了最后一项了，宋依依的话还没说完，就让人给打断了。大家好，我是赵成。首先呢，为台上获奖的同学感到高兴。没错，我就是今天捐款人的儿子。赵成的话令台下的人感到无比震惊。但很快话筒就又被人抢走了。这位同学，你谁呀？你是冒充上瘾了吗？怎么到处乱认亲戚？李伯伯家可没你这样的穷酸儿子，不愧是人称小辣椒的宋依依。赵成有些尴尬，可在他的要求下，他爸明明说了给学校捐了钱了呀，下去吧，好丢人啊！台下看热闹的人不嫌事大，开始冲赵成叫嚣着。好在宋依依及时控制住了场面。由于捐款人业务繁忙，下面有请本次捐款人的儿子李辉上台讲话。台下的人安静得可怕，因为就在前几天，他们还在群里冷嘲热讽，转眼间怎么就变成了大企业家的儿子了？说好的用的是杂牌手机，穿的是没牌的衣服的穷屌丝呢？我看着台下人风中凌乱的模样，在赵成不可思议的目光中，神色自若地走上颁奖台。我与宋依依相视一笑，便开始了讲话。
典礼结束后，赵成似乎还是不相信我就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公开在学校的表白墙上造谣。我说我做戏，我没有理会，反手直接来一张律师函告他污蔑和言语攻击。与此同时，我那亲爱的老爹的直接就在公司微博公开了我，发文和配图也简单霸气。李氏集团唯一继承人，配图是我在某数学建模比赛上获奖的照片。经过了这件事后，再也没有人嘲笑我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届网友的吃瓜能力着实厉害。有人扒出了赵成的真实身份，其实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而他拿着自己父亲辛苦赚的钱大肆挥霍，甚至为了营造自己富二代的身份，不惜逼自己的家人去贷款。而他靠着富二代的人设骗了学校很多女孩，更有甚者，还把之前我和赵成在5星级酒楼的视频又给翻了出来，还取名为真假富二代，看得我哭笑不得。最终赵成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随着这件事的落幕，我的生活也步上了正轨。再次听到赵成的消息是他因为诈骗而被捕入狱了，我不禁感到唏嘘。要是他低调做人，也许不会这么惨吧。这天白晶晶找到了我，李辉，对不起，我是受赵成蒙骗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白晶晶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带雨，我见尤怜的模样，是个男人都会为她感到心疼。不得不说，她确实长了一张楚楚可怜的脸。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喜欢一个背叛我的女人？我目光冷淡地看着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尤其加重了女人这个词。她想上前来拉着我的衣袖，却被我后退一步躲开了。那天那个女的不是我，你相信我。没等她说话，我随手就甩出了一堆照片。她在看到照片的一瞬间愣住了。不，这不是我，这是电脑合成的，这真的不是我。阿辉，你相信我呀。白晶晶惺惺作态的模样令我有些作呕。当初分手的时候不是很决绝的吗？现在又来死缠烂打，说到底还不是因为钱罢了。照片是赵成发给我的，对了，他还发了视频给我，你要看吗？白晶晶瘫坐在地，她还想哀求，我想过来拉住我的裤脚，却被我制止了。我这身衣服是私人定制的，弄脏了你赔不起。说完，我也不再去看他。就在我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他又叫住我，可以把上次生日的手机再送给我一次吗？我想留个念想。听到这话的我觉得有些好笑。为什么你觉得我还是以前那个傻小子呀？你觉得你现在值得我送那还未上市的新手机给你吗？我看到白晶晶在听到未上市的新手机时眼冒金光，我自顾自地说着，原本还想把你的名字融到手机的品牌里，但是早就没必要了，不是吗？李辉，宋依依在向我招手，我没有再去管白晶晶，不去追究她与赵成造谣我的事，算是我给她留的最后一点体面吧。在身份公开之后，我得到了很多关注。这天不知道是谁把我和宋依依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底下清一色的评论都是说好般配、呼吁在一起之类的话语。这天傍晚，宋依依约我去操场散步，我没有多想就过去了。只见宋依依身穿白色纱裙，手捧着红色的玫瑰，站在用星星灯围成的爱心中间，在爱心的四周还用气球围成了一个大的爱心。我缓缓走过去，宋依依对我进行了表白。李辉，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虽然是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宋依依的脸还是红到了脖子根。我轻笑一声，表白这件事怎么能先让女生开口呢？因为没有提前知道这件事，没来得及准备新的戒指。
我便把自己手上作为配饰的戒指取了下来。我单膝跪地，手里举着戒指。依依，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看见这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女孩眼含热泪，她点了点头。在众人的起哄下，我俩紧紧相拥在一起。就在这时，一道人影冲了出来，是白晶晶。她的速度很快，依依为了不让她伤害我，挡在了我面前。我的心慌了，我拉着依依往我身后躲，同时一脚踹开白晶晶。但是依依的手还是被划伤了，我有些心痛不已。有人报了警，将白晶晶带走了。我也在第一时间带着依依去医院包扎了。一路上我都很担心宋依依，这时她却对我笑了。在之后我也终于明白了这笑的含义。正文完，番外，宋依依篇。我叫宋依依，从小和李辉一起长大。这天陈理告诉我李辉分手了，我有些懵，他什么时候谈了恋爱，我怎么不知道？在翻出他的联系方式时，我才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他联系了，好像自从我出国之后就忽视了他。在得知他谈恋爱了时，我感觉有些生气，他难道不知道我对他的心思吗？但是在陈理说他分手了的时候，我又有些心疼，不知道是哪个小蹄子不珍惜这么好的李辉。在听到陈理说他没有和他发生关系时，我感到有些庆幸，一切都还不算晚。我以最快的时间回了国。在听到李伯伯说要给他的学校成立奖学金时，我自告奋勇地申请去当了个主持人，不为什么，就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他的反应我很满意。这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表白了，但是他前女友却出来搞鬼了。我没多想，就想着要保护他，毕竟我已经缺席1年多了。没想到他一直护着我。我知道他前女友是冲着我来的，我还是被划伤了。但是看着李辉护着我，担心我的模样，我却觉得莫名的心安。李辉篇。宋依依对我表白时，我被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竟然是喜欢我的。为了不让他尴尬，我取下戒指向他表白了。我回想起当初追白晶晶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有些对不起宋依依，但是爱了便是爱了。可我没想到白晶晶居然拿着刀子冲了过来。我看出来了，她是冲着宋依依去的。我有些慌了，只想护着宋依依，可没想到她还是受伤了。白晶晶被警察带走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将宋依依送到了医院。在医生说她没事后，我终于是放心了下来。我本想给白晶晶留下最后的体面，没想到她却做出了这种事来。或许以前是真的眼瞎吧。在经过这件事后，以及之后的相处，我终于知道了自己原来是喜欢宋依依的。也许是时候开始一段新的恋爱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